王炸魂穿地府，直接晋升为阎罗王后。发现地府腐败严重，生死簿烂账一大堆，财务账面竟然只剩下了1块2毛5。本以为是泼天的富贵，谁曾想其中有那么大的坑。来人呐！升堂是。哎呀呀呀，这是哪？10殿阎罗。鸠伦殿中岂容你喧哗？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油锅抬上来，把它炸了！不就没憋住喊一嗓子吗？多大仇啊！丁，超级无敌螺旋飞升史上最屌之过人就能变强系统，激活。瓜子，是的，瓜子。先别介绍玩法，大礼包要紧。好的，正在发放新手系统大礼包。1. 阎罗王职位，使用之后，宿主会立刻晋升为阎罗王。2. 幽冥修行录，至高至强的鬼修功法。3. 乾坤袋，储物空间道具。瓜子，随便给个小技能就是了，这是不是用力过猛了呀？丁，阎罗王职位，使用成功。锅下留不留？阎罗王包拯，幽魂，王炸停止。天道承运玉帝，赵日赵月宣王炸继任10殿阎罗之一，阎罗王职位，原阎罗王包拯调任他助亲子。瓜子就是稳啊！二位还不快领旨谢恩？臣拜谢天君旨意。啥情况啊？你丢了职位，可是怎么看起来你比我还高兴啊？王炸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统管鸠伦殿的阎罗王了。望你好生履行职责，惩奸除恶，匡扶正义。包拯，你随我来。咋整啊？会不会被打击报复？恭迎新王上任！恭迎新王上任！哎呀呀呀呀！都起来吧，本王素来平易近人，不喜欢磕头这一套。可有人知道这生死簿中的红、黑、黄3种颜色的讲究吗？启禀殿下，红名表示此人寿元尚足，无需多管；黄名表示此人寿元不足1年，已有将死之兆，需要多加留意；黑名则表示此人大限已到，需要立刻派遣鬼差前去羁押他的魂。你看起来很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当鬼差多久了呀？启禀殿下，我叫夯坤，当差足有1300多年了。1300多年，等于说从宋朝就开始干了，老资格呀！本王初次上任，对于分内职责颇有不懂，不如你的鬼差就别干了，当我的副手，辅佐我，怎么样？谢殿下。除了夯坤，其他的鬼差都下去。我且问你，本王平时都管些什么呀？除了负责2个地狱的职位外，您主要负责生死簿的掌管和4大判官的调遣，最后就是统管地府的财政大权，负责地府财务运转。那有没有兵权呢？鬼八爷是你的直属部下，他的法器黑枯桑棒所向披靡，你可以直接调动他。和其他10位阴帅比起来，八爷能排进前3，但若是论鬼八爷及其部将的总体实力，恐怕……我懂了，你的意思就是说八爷手底下兵太少了，单打独斗比较牛皮，可是团体实力较弱。啊，对对对，看来的多和这种金牌打手多多的增进感情啊。那么账本呢？殿下，账本应该在鸠伦宫中。带路。怎么就剩这么点钱了？坑爹呀！这是账面余额1块2毛5，钱呢？钱都去哪了？殿下，实不相瞒，地府的财政早就烂了，腐败极为严重，
上面紧吃，下面吃紧，兵差们都足足2年没有领到薪水了。等于说这就是个烂摊子啊！对对对，除了财政之外，生死簿上也是烂账一堆。这满篇未被处理的黑名密密麻麻，也就是说勾魂业务已经出现了重大停摆了，已经没有兵差去完成，大家都摆烂不干活了。还有这987年，他喵的，王八成精了，能有这么大岁数？还有这张三6次都回到同一个家族，还有这王凯往返78次，4次都是人，这彻头彻尾的黑烂账啊！怪不得刚刚在鸠伦大殿里，前任阎罗王听到被调任之后，高兴的跟个猴一样呢。现在想想，我真的是瞎了眼才来接他的盘啊！丰都大帝会偶尔查一下财务，其实这些都还好，主要是生死簿，天庭每到1000年就会过来定期审阅。完了完了，麻烦大了！这簿上的烂账要是让天庭知道，绝壁上斩仙台呀！殿下，不如来个死无对证。不妥呀！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当初孙大圣大闹地府，当时的阎罗王看到孙猴子撕扯账本的时候，为何笑那么开心了？提莫的，换做我也笑啊！大圣，要不你再闹一次地府吧？殿下，温馨提示一下，距离上次查账已经过去了999年零364天，合着就剩下1天了。完了完了！殿下莫慌，1000年只是一个大概数字，也许上面的人早就忘了，晚个100-200年再过来查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启禀新王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，10几万鬼差罢工了，他们正聚集在拘魂所闹事呢，还请殿下快拿个主意。地府财务亏损，鬼差的工资发放捉襟见肘，欠薪罢工闹情绪那都是家常便饭。现如今10万鬼差，金庸又拉起了横幅，无良地府克我的5险1金。薪水都已经停发2年半了，再不发薪水我就不当这个破鬼差了，改行打篮球算了。我每天起的比鸡早，睡的比狗晚，结果熬了30年都不给我转正，地府到底几个意思？地府今儿要是不给我们一个答复，咱们就组团上天庭告他去。你指望天庭，那还不如指望自己呢。那咱把拘魂所给他敲了，把事情闹大一些。一时间，群起激昂的鬼差愤怒地冲入拘魂所，一通噼里啪啦的打砸之后，原本气势恢宏、足足几层楼高的拘魂所一片狼藉。我听说咱们地府的财务都归阎罗王管。走，咱们去鸠伦宫找他去。地府也地震。这他喵全是冲我来了呀！殿下，我护你离开，带你去见秦广王，你们好商讨一个对策。殿下，这些鬼差此刻怒气起身，已然丧失理智，切不可触及他们的眉头，还是暂避锋芒为妙。丁发布系统任务目标，请宿主发挥才智，展现个人人格魅力，平息18万鬼差的怒火，成功安抚住他们。任务奖励1万天到点。就知道这节骨眼上，狗逼瓜子会给我指派任务。八爷，咱们拼了！你先上。我知道一条小路，可直达丰都城外，那是我以前当鬼差的时候经常走的一个城墙狗洞。殿下，请跟我来。本王不走。你不走，那我可走了。我身为10殿阎罗之一，又统管着地府财务，眼下鬼差们因欠薪罢工闹情绪，责任自然在本王。若是我逃了，地府颜面何在？你俩过去顶一会。莫不是打算走后门提前跑路吧？反了天了你们！胆敢来鸠伦宫前放肆，都给我推回去！
八爷，我们若是没有天大的委屈，何故来此地？你给评评理。干了30年不给我转正，地府是何居心？八爷，你位居高位，自然不知道我们这些底层的辛苦。我现在一根卷儿得分14抽，1碗大碗面的等泡大了，才舍得吃，这还是鬼过的日子吗？我还不如转世投胎当一头猪呢，起码不用饿肚子。早上的时候，隔壁邻居敲我门，说我倒霉，理由是我穷的叮当响。本以为当个鬼差能讨到鬼婆娘呢，谁成想现在一提到鬼差2字，就是穷鬼的代名词。八爷，你素有西施貂蝉的美称，我们不与你计较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你且让开，我们找的是阎罗王。新任阎罗王，给我爬，这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诸位小兄弟，交代本王没有，但且听本王说一句。呵，估计又要跟我们画大饼了。我堵上耳朵都知道他会怎么画，再缓缓，再等等，下次一定。大家先散了，上面已经在调研了，上一任阎罗王就是这么画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懒得和他叨叨，直接动手吧。诸位，且看这是什么？当然是花瓶啊！丰都城外老王窑子店烧制的，金贵着呢，一个价值1万德行的。咋的？你打算摔了给大家伙听个响啊？葫芦里卖什么药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嘛，大哥，本地的武大郎。这个花瓶归你了。哈哈哈，感谢大哥的一个花瓶。他这波操作啥意思啊？没咋看懂。不瞒各位，地府的财物已经爆炸了，账上的钱只有可怜巴巴的1块2毛5了。那岂不是没钱给我发薪水了？这帮鬼差里，就属这小子跳得最欢，莫不是受人指使？老子一上任就搞出这一出，你说这其中会没猫腻？1块2毛5，打火机都买不起。没想到地府的财政已经被你们霍成这副衰样了。1块2毛5我也要。殿下怎么能告诉他们这些呢？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虽然地府的账上已经没钱了，不过大家别慌，本王以身家性命起誓，地府欠你们的薪水，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补给你们的。光嘴说谁不会？你得拿出实际行动啊！谁说本王没有实际行动的？本王的身后是我的寝宫鸠伦宫，里面颇有些值钱的东西，你们进去搬吧，拿去抵薪水，想搬什么就搬什么，看上什么就拿什么，千万别跟本王客气，不然我给你们急。这心忙真舍得。你人还怪好的嘞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们可没强迫你哦，还等什么？进去吧。这新王脑壳是被驴踢了吗？地府欠钱，跟你个人有毛关系啊？懂不懂江湖规矩？用自己的腰包填地府的亏空，古往今来第一人吧。再说了，那些东西又不是他的。就是说呀，咱也不稀罕这些瓶瓶罐罐，这些东西是能吃还是能喝呀？拿走拿走，统统都拿走，老子完成任务先。看样子大家都还没搬过瘾呢，不如这样，你们去剩下的酒店阎罗家里继续搬，要是他们问责起来，我阎罗王替你们承担。地府的账单，老子之前可看了，酒店阎罗人均年薪水100亿德行，为首的秦广王更夸张。据汉坤说，一德能买一个鬼包子呢。换算一下，100亿德行的购买力等同于我们这里的100亿。换算一下，我们这里100亿德的购买力等同于蓝星的100亿，可见这9个阎罗的薪资待遇是有多恐怖，而且这还不算上他们暗地里的各种油水。眼下地府有难，你们这些当差的该吐出来一些了。以后呢，你如何自处？至于之后的事情，管你喵的呢！先让鬼差们搬了再说，谅他们也不敢多叨叨。好，阎罗王大气，这个西芒好生特别，爱了。既然阎罗王都发话了，那咱们还等什么？酒店阎罗走起！嘿嘿，我听说一店秦广王家里最肥了，马桶都是金子做的，我去他家搬，带我一个。系统结算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平息18万鬼差的怒火，并且充分展现了十分特别的个人魅力，成功完成系统任务，获得奖励1万天道点。天道点是什么？天道点是一种十分牛痞的东西，攒够足够多的天道点，可以向天道许愿，满足宿主的愿望，也可以用于兑换修为。除了做任务之外，还可以通过生死簿勾人获得的人、好人、善人、纯洁之人获得的各不相同。
地狱的九府阎罗身居高位，可此时竟连一套衣服都凑不全，硬生生的干成了逃荒的模样，高处不胜寒。与其说考的是我，不如说是那颗躁动的心。他喵的，老子正坐在马桶上，这帮鬼差好大的胆子，打结界到咱们9位阎罗的头上了，纯金马桶都给我扛走了，过分！马桶算个圈圈，我正在吃着火锅唱着歌，跳舞的女鬼都给我抱走了，就连我爬了1000年的核桃都无了。这次的损失太惨重了，一朝回到赤农属于是。这件事若是没人指使，那帮家伙能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查出来了，是新任阎罗王，王炸指使鬼差们这么干的。刚上任就敢得罪9阎罗，我看他是活得太耐烦了。这个新王是神经吗？自掏腰包平地府的公账，大神经，他当神经我不反对，但是拉我们下水是几个意思？小小王炸简直无法无天，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？得让他知道规矩。不妥，直接动手容易落下口实，不如咱们直接组团面见丰都大帝，弹劾他。弹劾个毛毛虫！丰都大帝整日忙着研究9转大还丹呢，哪有功夫管这些破事？我上一次见到丰都大帝还是上一次呢。那还是直接动手吧，不把他吃屎薅出来，算他夹得紧。本来是想借鬼差讨薪，让他主动来向我们求助，借机给他个下马威，收服他的忠心。这小子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啊，纵容鬼差哄抢10殿阎罗的私人财物，以资底薪。这小子未必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，他又能复杂到哪里去？跟我们斗肯定的许多。我调查过王炸，这小子就是一个无根无凭的幽魂出身，也不知道玉帝老儿肚脐眼放屁，咱想的居然一道仙旨降下来，让他继任阎罗王了，糊涂啊！听说他和王母还……岂不是？真的假的？还有这事，不妨细说。我是瞎猜的，哥几个别瞎传，出了事我可不负责。是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会上斩仙台的。秦老大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你给拿个主意啊！总不能让我们被一个新人给欺负了吧？王炸抢了你的纯金马桶，你能咽下这口气？直接鸿门宴吧，咱们以为他接风洗尘上任为名，盛情款待他，宴上玩一把先礼后兵的老把戏，逼他出面跟鬼差们交涉，让鬼差把抢咱们的东西统统都归还回来。老大，还得是你啊！9张嘴说一个，怎么说都未赢，这把稳了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咱们9王的府中，别说厨房了，就是墙纸都被扒了，这还怎么设宴？笨啊，直接下馆子不就行了？他王炸是野猪吃不了细糠。启禀秦广王殿下，王炸他来了。这小子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好大胆子啊！苍蝇馆子倒是省了，准备关门打狗，家伙事都准备好，我去拿刀。各位阎罗好啊，小弟初到此地上任，望诸王多多照顾哈，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望各位多多海涵。把咱们的家都给抢了，胎哥在这又当又立的。好你个王炸，是谁给你的胆子纵容18万鬼差抢夺10殿阎罗私人财物的？你犯下大罪了，而且你身为5殿阎罗，知法犯法，理应罪加1的。我完全可以跳过丰都大帝，直接对你进行刑罚伺候。来人，把油锅抬上来。敢恐吓本王，9殿阎罗，你们炸了我，这很容易，可是炸了我的后果，你们可曾考虑过？你一个区幽魂出身，要背景没背景，要修为没修为，炸了就炸了，能有什么后果？是你犯罪在先，我们执行律法在后，哪怕堵到丰都大帝的耳边，这也说得通。王炸，识相的话你自己跳。别跟他废话了，直接动手，这个出头鸟管。还有谁？根据幽冥界律法的第987条规定，刑不上阎罗，意思就是说，即便阎罗犯下了天大的罪行，都不用受到刑罚，转轮王。若是你敢对我动刑，被丰都大帝知晓了，后果不用我多说吧？真有这么一条律法？还真有这一条。还有，我有必要提醒你们，本王的阎罗王职位是天庭一道仙旨册封的，并不是幽冥界调任的，这二者的区别不用我多说吧？据我所知，天庭不久将会派人手来到咱们幽冥界调查生死簿，这简直是一本彻头彻尾的黑账、烂账，简直惊世骇俗。若是天庭的使者看了这种生死簿，咱们在座的10位有几个脑袋够掉的？天庭要派人查生死簿了吗？完蛋了啊！这些年来咱们干的事情都够上10次斩仙台了，这怎么办啊？
我突然觉得好倒霉呀！刚上任阎罗王，就摊上了这两个烂摊子。地府财政枯竭，生死簿烂账，本王突然不想干了。回头我就跟丰都大帝请辞去，让他老人家把这俩烂摊子扣到你们酒店阎罗的头上。老罗，这节骨眼上你可不能请辞啊！哎，对，地府离开你就转不了啊！老王，你一定要顶住啊！地府财政和生死簿两大烂摊子，非你莫属啊！天庭马上就派人下来调查生死簿了，你这时候跑路，是不是太不够义气了？王炸，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跟我们提。地府账面亏损，入不敷出，生死簿烂账更是一大堆。在王炸的大刀阔斧下，终于地府迎来了第一波惊险又刺激的降薪改革。我希望你们九王全力配合，若是有人敢暗中下绊子玩阴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到时候天庭派人下来查生死簿，我不把他拉下水，我你喵就不叫阎罗王。对，这第二码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求你们酒店阎罗派出你们手底下所有的鬼差去阳间勾魂去。咱只要先把生死簿上的烂账黑名都处理了，那么就好办了。至于生死簿上的那些黑账，我自有办法自圆其说。我记得那个活了987岁的周喜，好像是秦广王大人的故人吧？不过秦广王你放心，若是天庭的人问及起来，我帮你扛。这小子虽然极为年轻，可言语之中的尽是敲打之意，把咱这几兄弟拿捏得死死的，不简单啊！他真的是个好厉害的男人。王炸，我们派出鬼差帮你勾魂没问题，只是我们酒店阎罗被鬼差抢走的那些财物该怎么解决啊？难道就这么扫？那些可都是我们九王的私人财物，用私人的财物平地府的公账，老王啊，不合规矩的。毒王尽管放心，你们的这些损失统统都算在我王炸的头上，算是我借你们的。届时等地府的账面复苏了，我私底下偷偷补给你们就是了。我总管地府账面，这种小骚操作玩起来还不简单。那请你们九王把各自的损失汇报给我的副手杭坤即可，他会给你们每人打一张欠条。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就先告辞了。画大饼画到咱们的头上了，话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也不知道他王炸以后还认不认？只要有欠条的，还愁他不认？诸位王，请速速来我这统计损失的财物，我会给你们每位补一张欠条。宽兄，我算过了，我家一共损失了189亿阴德的财物。亏兄，我家损失了289亿的财物。你小子少吹牛了，你家能有我家富有？坤兄，我刚刚算错了，我家其实损失了389亿的财物。坤兄，我也改一下，我家其实损失了888亿的财物。哈哈哈！不如这样，诸位王各退一步，我给你们每位王写一张1000亿阴德的欠条。Nice。眼下已经和酒店阎罗谈好了勾魂除黑名的事情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办完。只是钱的问题好像更为棘手。别的先不说，光是打给9个阎罗的欠条，足足有9000亿。欠条虽然不着急，反正是大饼，啥时候给也看你的心情。还是你小子懂我呀！若是时间再过1个月，地府的薪水就要发放了。可账面就1块2毛5，只够买个鬼包子的。想到这，王炸翻开地府总账，开始计算起了地府的总开支。他喵的，这还没算上18地狱和外围人员，还有日常基建等杂七杂八的花销开支。这上到丰都大帝，下至妖兵，1个月的总开支就需要444.4亿阴德。这么多钱上哪去搞？别说完成系统的力挽狂澜任务，还要把地府打造成充盈的状态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如此庞大的缺口，如果不想点歪招，根本无法补齐。好在王炸生前开过公司，知道怎么当老板。他盯着地府职员薪资表，开始分析了起来。丰都大帝，4方鬼帝，10殿阎罗，6暗公曹，3司，11阴帅，是不能动的。这是地府的根本，这帮人根本惹不起。目前以我的实力也动不了。30万鬼差，40万妖差呢，还指望他们出力勾魂平烂账呢。若是把他们裁了，谁来干活呀？
那就只剩下90万阴兵和400万阴药兵，这俩加起来1个月的开支达到了220亿。他们是绝对的大头，直接占到地府开支的一半了。以地府上面紧吃，下面吃紧，以他们能把地府榨干成一块2毛5余额的秉性，这其中会没猫腻。绝对有人从中吃空想捞油水，有时间得拿这2个部门开刀，好好整顿一下。坤坤，地府的创收主要是来自哪里呀？主要来自天庭的下拨和亲人的供养，但是来自亲人的需要上缴一半给地府。创收还是太单一了呀，难怪地府的账面会爆炸。这种让蓝星随缘看着给的，纳税比例暂时上调，地府拿6，鬼魂拿4，赶快出台激励协议，让蓝星的亲人疯狂往下撒。还有拘魂所呢？拘魂所整体下调拘魂所的工资，怪不得这生死簿上的黑名没有去勾，全你喵的在吃大锅饭，都躺平不干活了，把鬼差的固定待遇变成分成和保底的形式。在公司的时候，在地府的时候，允许他们单干接私单；勾魂的时候，从蓝星搞多少外水算自己的，但是每月需要向拘魂所缴纳5000的月钱，给他们明确每个月90个的勾魂业绩，超额一个奖励200，上不封顶。哼！第二天的地府供养阁前，聚集围满了20-30万的残魂。对于昨天纳税比例上调的决议，他们颇有不满。阁前开团，集体开始了抗议。无良地府收高税坑我们！马个八字的，是哪个屁股决定脑袋的东西？上调缴税比例的，一直都是5-5分，怎么现在变成6色了？黑呀，大写的黑呀！哪怕是蓝星的香卷税，也不过才49%啊！地府今天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，不然我们就不走了。说的没错，我们在这静坐抗议。地府裁员降薪，丰都鬼差集体抗议，日子越过越拧巴。天没亮，十殿阎罗又要窝在一起召开例会，商讨对策。老了，瞧你把这事办的也太不体面了。上调地府供养阁的税收，会显得咱们吃相太难看。要不恢复如初，毕竟这事如果闹大了，地府颜面何在？是吧？是啊，三哥说的就很有道理。王炸，你要听去。王炸，你不能竭泽而渔啊！现在你出面道歉还来得及，要是再拖下去，就不好收拾了。民意是不能违抗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都反对我加税。可是眼下地府账面已经枯竭，既然上调税收比例行不通，那为了替地府分忧，我决定以身作则，把我阎罗王每个月的薪水从之前的10亿下调至1亿。回头我就奏请丰都大帝，请他老人家批准。老大，他啥意思啊？四弟，你身居高位，居然不懂这点人情世故，他这言外之意已经听不懂。王炸奏请丰都大帝虚减了自己的薪资待遇，其实就是在逼我们9兄弟跟着表态呢。到时上面准了，你不表示，还不得跟着降啊？如果不降呢？不降的话，丰都大帝不就有意见了吗？到时他怎么看待我们？挖了个 DJ， 这小子阴得很啊！哼。老王，老王请留步。哦，有事。我刚刚想了一下，上调地府供养台的税收是非常很合理的做法，兄弟挺你。哎呀，确定是真的挺我？没人逼你吧？会不会显得很勉强啊？不勉强，一点都不勉强，都是自己家兄弟，此乃正义之言。可是那些闹事的鬼魂该怎么处理？毕竟秦广王你说过的，若是闹大了，地府颜面何在？我不能不顾及地府的颜面啊，更不能不顾及民意啊！要不还是算了，我把税收降下来吧。不就是区几个鬼魂闹事吗？这是我来解决。兄弟们，随我去丰都城外的丰台大营吊鬼坪去，镇压这帮闹事的刁鬼。而围在地府供养阁抗议闹事的10几万阴魂，看到官兵来了，全都吓得就没收散了，一点风浪都没刮起来。随着税收比例的上涨，仅1天时间，地府供养阁就为地府账面多提供了1个亿的税收。另一边，汤坤把第4级的地府拘魂所鬼差薪资待遇整改方案告示，张贴在了拘魂所的大门上。各鬼就方案的选择性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思想碰撞。各位怎么看？我怎么看都觉得分成模式更适合我。我掌管着京海市汤城一品富贵小区，嘿嘿，老子要是捞起来油水，还有诸位什么事啊？呦，未来的富哥啊，富哥，你以后要是发达了，可别忘了小弟我啊！
我感觉保底模式更适合我。我主管的是一片乡镇，都他喵的是穷鬼，没啥油水能捞。可问题是，保底模式好像有点坑啊，每个月居然要90个魂，而且没完成任务的话还有罚款嘞。我感觉分成才是大坑，每个月需要缴5000的月钱呢。说的没错，月钱太高了，得降。保底的任务指标太高了，也得降。走，咱们去鸠伦殿找新任阎王爷说说。3天后，王炸根据鬼差的反馈，重新修改了薪资方案，下调分成月钱和勾魂指标，上调保底无责任底薪，但也以不提供勾魂工具、1日3餐和抹零以前的欠薪为附加条件。18万人分成11万人保底，咱可以把18万人的月钱支付给11万人当无责任底薪，剩下的还能介于7万人的月钱。也就是说，拘魂所可以大差不差的自行周转起来了。搞得好的话，说不定还有盈利的可能啊！对，坤，算一下，一共为地府削减了多少开支？足足下降6.7%，一下子削减了30亿的开支，总开支从444.4亿降到414.4亿了。可是这还不够啊！目前供养阁一个月只能提供330亿的税收，这么一算，还有84亿多的缺口。只要狠狠查一下其中的猫腻，缺口定能补上。不妥呀，砸的情况你也看见了，目前根基不稳，没背景后台，若是操之过急，容易步子大的扯到。要是翻车了就不好了，而且阴兵和妖兵是地府的亮剑暴躁部门，你太狠了，也容易出事。到时候100万阴兵、400万妖兵揭竿而起来一个清君侧，那就BBQ了。不急，根本不急。不过好在眼下所有棘手的事情都近乎办妥。哎呀，穿越过来的这4级头都给我忙大了，现在还真闲不住，不如勾几个人钓鱼玩玩，还能增加地府的收入。大王还真的是为了地府的创收日理万机啊！哎，哪里的话，难得休闲一下。丁史真香，83岁，女，生于寿元5年。瓜子，他所犯何事啊？一人扫荡了一村。哇 DJ， 这老太这么刁钻的吗？83岁还一人干掉一个村，妥妥超级大恶人啊！够了。丁宿主误勾不善不恶之人，史真香受到扣除1万天道点的惩罚。宿主目前的天道点余额0。阎罗王王炸勾人的时候手滑，竟意外勾来了地府的销售冠军史真香，号灭绝，字老太。他怎么就不是恶人了？这白纸黑字写着一人灭一村，瓜子，你玩阴的，耍诈是吧？宿主，请认真看一下史真香的人生履历。史真香，83岁，女，生于寿元5年，所犯之事一人灭一村，没错呀。请看具体经过，他是不小心把百枯草打入了米缸之中，然后老太充分发挥优良的节俭品德，所以他把米洗了洗，然后继续吃。晚上的时候，一大家子吃饭，最后一家子都被干趴了。老太的老伴也因为多吃了一碗，之后老太伤心欲绝，回家之后把米全都喂鸡了，然后鸡也。最后他老伴要处理后事，于是老太就把这些鸡用来当斋饭，请全村村邻吃席，结果一村。啊，对，他虽然污蔑一村之人，但是一辈子行善积德，修桥铺路，干的很多善事，所以功过相抵，被定性为不善不恶之人。脑瓜子都给我干得嗡嗡作响，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，这算是地府的销售冠军啊，人才呀！这样看的话，确实是本王勾错人了。殿下，红尘镜修好了。哦，红尘镜是个什么玩意？红尘镜能够照出鬼魂、阳间人的过往一生，他们所犯的事情全都能悉数显现在镜中。先前红尘镜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，镜像会出现花屏问题，现在应该修好了。闻言，王炸点头，站在红尘镜面前，准备检测一番。下一秒，镜中果然开始播放画面，甚至配上了十分带劲的音乐和旁白。在1974年，第一次在东南亚打自由搏击就得了冠军。1980年打赢了本子国重号手雷龙，接着连续3年打败本子国所有空手道高手，赢得全本子国自由搏击冠军，绰号。可是这你喵的真的是我吗？这不是殿下您的人生履历吗？太帅了！可这你喵根本就不是我明明是个开公司的小老板。这看来这破镜子还没修好，我扛走继续修去。
生死不勾人太麻烦了，还这容易出错，不如搞个直播。诓骗恶人主动连麦，再安排上红尘镜，这勾人效率绝对暴涨啊！可电脑、网络，他你喵，没电搞个毛毛虫啊！地府经营了上万年，应该会有科学家吧？本王倒是可以把他们释放出来，研究电力问题、网络问题、基建等问题啊！坤儿，陪我去一个地方。好热，就跟大中午在沙漠一样。殿下，这是御养衣，穿上它就不会感觉到热了。见机行事，这小子油盐力尽。下个月你的薪水给你多发180万。吃了咸菜滚豆腐，皇帝老子不及无。妙案。典狱长，有鬼差来了。你他喵谁呀？卑职有失远迎，请阎罗王殿下恕罪。我有事问你，你们这可有科学家之类的受刑之鬼？殿下，科学家是什么？我已经3000年没去过阳间了。不造啊，科学家就是专门研究科学、物理、化学的人。啥玩意？还是不懂。我这样跟你说吧，你这有没有秃顶的，眼神呆呆的，话少的，进来的时候是戴眼镜的受刑之鬼？有，必须有，好几10个呢。殿下，你跟我来。看到阎罗王还不快跪下？斯文点可以吗？毛手毛脚，下次注意点。你生前犯了什么事？启禀大人，我生前因为整日研究新能源电池，冷落了老婆。党会有，研究电池的呀，专业对口了。后来呢？后来老婆背着我就在第一现场，一个照面，我上去就去薅那小皮子，不曾想失手误伤了爱人，还被那小皮子反嘎了。哎呀，你真你喵拉垮呀你！要是直接带走这小子，还真有点为难。你的案情有失偏颇，有点冤，本王准备重新提审。大人，我哪有冤呢？那小皮子才冤！求求你，我只想在这再来个120年就被释放了，你就别搞我了。哼！120年刑满释放，怎么回事？从实招来。殿下，卑职之罪就是那小皮子在阳间有点小背景，买通了这条路，给了很多钱，意思就是要让他多受刑。那小皮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叫王康，京海市人，38岁，一家企业的老总。记录在案。这只秃顶胖鬼，本王要提走他重审，你没什么意见吧？没有，殿下尽管提走他就是。你私通阳间，擅自给鬼魂加刑的事情，本王先记下，以后再找你算账，前面带路。你犯了什么事？研发中子弹的时候失误了，一发入魂，把整个实验室都给炸了，崩了18个同事。六啊，这只鬼的案情也有冤屈，本王也要提走。你又犯了什么事啊？我没犯事。殿下，我可没搞他，这家伙就是个神经病，是他自己偷偷溜到这大锅地狱里来的，整天泡在里面，撵都撵不走，还说什么你们懂个鸡蛋。我这是在研究油温达到多少度的时候，魂体会融化的科研项目，你听听，他不是神经病又是什么？挖了个 DJ， 这个更溜，这家伙绝对是科研实力强的可怕的那种，已经达到入痴的级别了。这只鬼精神有问题，本王要给他治治。地府里明明有这么多的人才，居然都不任用，这帮人真的是半点正事不干，只顾撅着腚捞钱啊！对了，以后别用植物油了，反正最后结果都是一样，用那么好的，不是铺张浪费吗？还换那么勤快干嘛？随便用点那种饭店，你懂我意思吧？穿越到地府，当过阎罗王的兄弟们都知道，地府里面个个都是人才。说话又好听，打工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，进场全凭个人爱好。从现在开始，本王的寝宫就是你们的实验室了，你们的吃喝住行，本王给你们报销。我希望你们拿出本事，进行科研研发。地府需要电，需要网络，更需要工业化。只要你们能办到，不但之前所犯之罪一笔勾销，而且往后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期间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跟本王提，我会尽最大努力满足你们。
就这，太你喵简单了！哇哈哈，老子一身的科研本领，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我是著名核能科学家，核电站的事情就交在我身上了。要不我们搓个核弹，给殿下助心？我是机械制造专家，陛下你就瞧好了，1个月内我给你徒手搓出一台数控机床，要是搓不出来，你搓我。我是光刻机研究员，陛下你就瞧好了，1年之内保证给你搓出一个 CPU。听闻这些鬼的豪言壮语，王炸选择相信他们，毕竟他们一看就是强的可怕的那种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白炽灯的光芒将会照亮地府的每个角落。这一集就搞出一个科研团队，说实话还真有点忙里偷闲。殿下，不如随便勾个人玩玩。上一集秃顶胖鬼的老婆的牌友王康是个恶人，反灭了人家，还买通地府的人手给别人加刑，这种人换到骨子里了，阴得很。我忍不了了，阳世间为非作歹皆有理，竟然阴曹地府饶过谁？我告！丁宿主勾了一个32人，获得1000天道点。呦，生死簿的仙界天，这名字都是土豪金。昊天金阙无上至尊，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。玉皇大帝，这能勾吗？不造啊，那就试试。王炸说罢，提起勾魂笔，在玉皇大帝的金色画了一个圈。下一秒，只见一位身穿白衣、仙气飘飘、气宇轩昂、眉宇之间充斥着霸气威严的男人，飘入了鸠伦殿的大殿之中。寡人这是在呢。干！我第一个乖乖，真把玉帝勾了！快！殿下，你快给玉帝送回去啊！要出大事！不疑有他，王炸赶紧用口水把玉帝名字上的黑圈圈给涂掉，随后蹭的一下子凑到玉帝的魂魄跟前，捂着他的影子往殿外送去。亲爱的宝贝，你快睡，有爸爸在呢，宝贝别怕，世上只有爸爸好，有爸的孩子像块宝，快回去！头怎么有点疼？怎么感觉寡人去了一趟地府，而且还梦到了爸爸？地府那帮兔崽子，该不会在胡搞吧？不对劲，上一次派人去地府查看生死簿，到现在已经过去1000年了，是时候该再查了。卷脸，你立刻宣财神爷赵公明前来面见寡人。此刻，地府鸠伦殿中，因为公务繁重，早把修行知识给怠慢了的王炸，破天荒地翻看了幽冥修行录。这几集动画下来，也上任了那么久了，不把修为提起来，还真的镇不住场子。坤兄，你对咱们地府各方人马的修为境界有了解吗？最菜的就是幽魂，往上就是阴兵、鬼王、狱主、鬼差、鬼八爷是阴王境，这个境界基本上在地府就属于横着走的存在了。十殿阎罗是阴将。那我呢？我是阴将境吗？陛下，你目前只是区一缕幽魂的实力。而十殿阎罗中，修为最高者是秦广王，他老人家已经是半步阴帝修为了，所以十殿阎罗都以秦广王马首是瞻。说到阴帝境嘛，放眼咱们地府，拥有阴帝境界的不过区7位，分别是东方鬼帝郁垒，统治桃纸山；南方鬼帝杜子仁，统治罗浮山；西方鬼帝赵文和、王真人，统治播种山；中央鬼帝周启、嵇康，统治抱犊山；北方鬼帝杨云，治罗峰山。等一下，据我所知，咱们罗峰山不是归丰都大帝张衡管吗？怎么会是杨云？丰都大帝他老人家整日琢磨着炼丹之术，早就不问政事了，所以罗峰山就交给杨云代管了。那咱们丰都大帝是何修为境界？他是阴圣境，最刁钻的存在。放眼整个幽冥界，无人能出其左右。若是和天庭的神仙相比的话，实力起码相当于真武大帝。没想到丰都大帝他老人家的战斗力这么刁钻。既然咱们老大这么牛批，干嘛还窝在地府？去天庭里捞个一官半职多舒服啊！殿下，道理不是这么说的。有时候局部最优解，并不是全局最优解。咱们丰都大帝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，那就是您在地狱为王，不在天堂为臣。不得不说，杭坤这个小弟，咱没白收。老家伙就是老家伙，人家干了1300多年，懂得就是比本王要多呀。以后得多向他学习。
对了，航兄，你又是啥境界？启禀殿下，卑职不才，修炼了1300多年，只落了个阴王境。那你岂不是和11阴帅一个实力？我只是阴王境初期而已，跟11阴帅是比不了的，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傍身的法器。坤弟，你谦虚了，你明明这么牛皮，却屈身当我的副手，委屈你了呀。乾坤兄放心，以后有本王一口吃的，就饿不着你。让我们手牵手，共同经营地府这一片江山。谢殿下厚爱，卑职无以为报，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丁宿主帮助善鬼憨坤寻到了可辅之君，奖励10万天道点。我干，这也可以。地府奈何桥不幸垮塌，损失惨重，阎罗王诈作为第一责任人，这口大黑锅自然是当仁不让。启禀殿下，出纰漏了，奈何桥塌了。细说。启禀殿下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这10几天来，鬼差们干活太猛了，奈何桥本就年久失修，缺少维护，所以一下子无法承载如此之大的流量，轰隆一声塌了，有100多个鬼差，400多个积压的鬼魂摔入忘川河中，被河里的恶鬼给。那么这桥是地府财务拨款统筹建造的吗？意思就是说也归本王管喽。对，意思就是说我是第一责任人喽。一下子灭了5、600的鬼，属于重大事故了，纰漏出大发了呀！这还喵的，这大黑锅是背定了呀！殿下，还是先快过去看看吧。很快，王炸、杭坤2人踏出城门，行进了几公里，便来到了黄泉路。往旁边看去，一座布满荆棘的矮山之中，更是藏着无数双绿油油的眼睛。此地名为野狗岭，里面盘踞了很多的野狗。地府这些年来不作为，导致野狗岭里的野狗都已经泛滥成灾了。鬼差们牵着鬼魂路过此地的时候，必须要结伴而行，更要随身携带打狗棍，不然容易被冲下山的野狗给咔嚓了。马八子，堂堂地府居然被一帮野狗给挡到了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定子都能笑歪。还有谁？陛下，此地名为金鸡岭，正如你所猜到的那样，也泛滥成灾了。我们鬼差每次出去勾魂的时候，都要提前带1把米，不然的话不好过去。堂堂地府居然要向一帮鸡交过路米，改天把八爷叫上，把这俩地方的妖物给本王屠了。穿过金鸡，往前又走了20-30里地，一条宽广的大河出现在眼前，仿佛把大地一分为2。显然是忘川河了。只见忘川河的河面上，不但有永不超生的恶鬼的鬼头窜动，而且更有数之不尽的垃圾飘来飘去。如此优良的水质，不是本王吹牛皮，天底下也只有恒河能与之相提媲美了。怪不得本王最近老是拉肚子呢，本以为是水土不服，原来你喵根在这呀！挖了个 DJ。殿下，这是彼岸花，又称曼陀罗花，花与叶子被黄泉路分隔两旁，生生世世不能相见。看来咱们地府也不全是一无是处，至少绿化做得很好嘛。这么大一片花海，多好看啊！完全可以入选3届最美行刑工程了。殿下不能进去啊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王炸已经一只脚迈进去了。下一秒，王炸只觉得脚下黏糊糊的，低头一看，只见自己的右脚正正好好不多的踩在一坨汁上。抬眼望去，只见周围到处都是各种阿杂之物，什么牛丸、鬼丸、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，甚至还有……好，拿彼岸花海当地府垃圾场是吧？666啊！本王算你彻底开眼了，见过不作为的，没见过他喵这么不作为的，打道回府。此刻，鸠伦殿中，以秦广王为首的酒店阎罗被王炸请来了。酒店阎罗有些懵逼，纷纷发着牢骚。我说老王啊，你把我们哥9个急匆匆的召集过来，到底是为了啥事啊？
你看阳间的魂，我们已经派出鬼差帮你勾了，你还要怎样？是不是打算降我们的薪资待遇？王长，我今儿把话撂在这，你要是敢降，本王跟你拼了！哼！本王正睡着呢，一大早就把我喊醒了，我真的是麻了。诸位王，奈何桥塌了？桥塌了就去修啊！我们又不是修桥的，这归你阎罗王管，你自己搞定。再说了，地府的账面不都在你手里吗？你随便发个告示，往丰都城里一贴，招几千个修桥的苦力还不容易？这年头阳间大环境不好，地府也没什么钱，到时候你随便开几个大的，有的是鬼魂抢着的。咱老大说的没错，这是你自己解决。我以为多大事呢，不就是奈何桥塌了吗？不是本王吹牛皮，那破桥现在才塌，已经算是很坚强了。没什么事，本王就回去打麻将了。我听说丰都城内新开了一家火锅店，要不哥几个组团去尝尝？走走走，吃火锅去。看来诸位王对于地府的事情是半点都不上心啊！奈何桥塌了，是本王一人的事情吗？桥没了，鬼差还怎么过河去阳间勾魂？鬼差没法勾魂，生死簿上的烂账还怎么平？哼！我可听说了，天庭不出30天就会派人下来查账。诸位要是不当回事，那我阎罗王当个甩手掌柜便是。大不了30天后咱们斩仙台见。诸位王，请回吧，本王要睡了。眼下最紧急的事情，自然是征集民夫，把奈何桥重建起来。不然的话，鬼差无法外出勾魂，生死簿上的烂账就没法平了啊！对。既然奈何桥都重建了，那咱们不如趁着这个机会，顺手把地府的基建搞一下吧。修缮丰都城墙，黄泉路铺砖头，忘川河筑河堤，清理忘川河里的恶鬼，打扫河中的垃圾，净化水质。还有啊，彼岸花海里的各种垃圾也要清走。至于鬼门关嘛，本王没去看，估计也快塌了，也要修。不是要修这么多啊，足足8大工程，这得雇多少民夫？50万都不一定够吧？光是黄泉路铺砖头的工程量就大得离谱了，这玩意500多里长呢。合着你的意思是，咱们要把地府里里外外全都翻新一遍吗？我列个大 DJ， 王炸，你是真敢想啊！翻修地府我没意见，只是咱们地府账面能扛得住吗？诸位王，我说的是吧？老大说的没错，王炸你这么搞实在太离谱了，步子跨太大了，容易扯到那个。我劝你务实一点，我建议除了奈何桥之外，其他的基建项目先缓缓。不如把钱结余下来，给咱们发工资也是极好的，是吧 ？Nice。我倒是有一个不花钱就能办事的办法。诚然，秦广王说的没错，以咱们地府目前的账面状况，根本不可能扛住如此庞大的基建工程。我私底下也算过了，若是把地府翻修一遍，起码需要4万亿阴德。不如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从18地狱里把那些受刑之鬼拉出来，让他们充当免费苦力，谁干得勤快，就能减轻刑罚。本王掌管2大地狱，2大地狱中共有820万受刑之鬼，本王打算从中挑选8万名罪行较轻者，充当苦力。不过8万苦力显然是不够的，很明显，这是想要给我们要苦力的。这小子阴得很。地府开始着手硬化黄泉，修缮丰都城墙，处理野狗、金鸡两岭的治安问题，给忘川河修筑堤坝净化水质，重塑彼岸花海形象工程。10殿阎罗撅在一起，却因为没劳动力而抠抠搜搜，小里小气。王炸，你这么干很不合规矩啊！自古以来，鬼魂被押入地狱后，不到刑满之期是不能被放出来的。此事若是让丰都大帝知晓了，这后果办砸了，算我王炸的，与你们9殿阎罗无关。办好了，功劳就是我们10殿阎罗的。若是9位还不信我，我大可立下字据。老了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哈哈哈哈，这简直就是大功一件呢！到时候地府焕然一新，丰都大帝他老人家还不得夸死我们？啥也不说了，苦力之事本王包圆了，人头钱都由我来出，谁也不能跟我抢，我出400万。400万算个毛毛虫，我出800万，我出2000万。王炸，你全给拉倒吧！你下次放出这么多的受刑之鬼当苦力，如果监管不力，让他们跑了可怎么办？这可是渎职大罪啊！嘿嘿，终于上钩了。这个很简单啊，完全可以把咱们的90万阴兵外加400万妖兵拉出来当监工，手拉手都可以绕地球1圈了。我感觉用不了这么多的苦力，要不咱们凑个200万就够了。不，200万的苦力还是太多，要不100万。我感觉100万还是有点多了，咱们的阴兵也有别的差事的，怎么能全用来当监工呢？这其中果然有猫腻。就150万，一人看一个。不会吧，150万的苦力也嫌多？难不成这500万的兵，其中有什么
就依你王炸所言就是了，150万就150万，到时候我们9位阎罗会去到现场亲自当监工。至于王炸你妈，就在这9轮殿中待着，帮助处理一下我们9王的日常事务。毕竟你出了毛，那我们就应该出力，可不能老让你吃亏，你说是啦？秦广王故意支开本王，莫非是为了遮掩什么？对了，记得顺手把野狗岭、金鸡岭里的妖物处理一下，那玩意都已经泛滥成灾了，再不管就成气候了。区区野狗野鸡有何忌惮？本王只要往妖物的面前一站，吓都能吓死他们。王炸，你也太谨小慎微了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还是击剑更为要紧。啊！启禀殿下，你的猜测一点都不假。我大致数了数，负责监工的鬼兵根本不足100万，这其中绝对有大猫腻。预料之中。话说，酒店阎罗他们在忙什么呢？真当监工了？这倒没有，忙着带兵攻打野狗岭、金鸡岭雷，热火朝天的，可好玩了。丰都城里的鬼民都跑去看热闹了。哦，他们9位能有这么好心？哈哈，大殿下，你是不知道啊。秦广王早上出去视察的时候，被野狗给咬了，转轮王的屁股让鸡给啄了。2位也一怒之下，直接带兵攻过去了。对了，问你个事，修龙宫中的那些科学家之鬼，目前研究进度如何？他们有什么需求吗？启禀殿下，他们所研发出来的东西，卑职看不太懂，反正每个人都很忙，都没闲着。不过领头的倒是向我反映，说他们缺铁。要想实现地府工业现代化，铁矿、铜矿等金属矿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性原材料，这些东西蓝星可快递不过来。知道哪里有铁矿吗？启禀殿下，整个播种山就是一个大铁坨子，里面的铁矿数不胜数。咱们幽冥界的刑具、法器、锅碗瓢盆都是从播种山买来的。这播种山是西方鬼帝赵文和王真人的地界啊。他们缺多少铁？领头的说，越多越好。坤兄，我命你去一趟播种山，找赵文和、王真人2位鬼帝洽谈一下，看能不能批发一批铁矿给我们，价格自然是越低越好。卑职领命。10天之后，一大早，秦广王与8大阎罗叩响了鸠伦殿的殿门，声露喜色。老王，地府翻修工作已经完成了。老王，别睡懒觉了，快起来跟我们视察一下。不是本王吹牛皮，老王你看了之后一定会惊掉下巴的。怎么半天都没动静？该不会熬夜劈宫门嘎了吧？老王，我跟你说啊，地府现在可漂亮了，本王带你参观参观。来到城门处，王炸瞳孔一缩，变化确实不小。首先，摇摇欲坠、快要散架的城门换了一个新的，并且刷上了朱漆、锃光瓦料。此外，城墙也全部修缮完毕，每块砖头都落得整整齐齐。跨过城门后，只见一条宽度达到30米的红砖路，一眼望不到头，红砖铺得极为平整。此外，黄泉路两旁还点缀着彼岸花，漂亮极了。在9位王的簇拥之下，王炸往前走了40-50里地，只见一个硕大的招牌映入眼帘：野狗岭动物园。这玩意看起来怎么有点像狮子狗？哈哈，我这不是为了让动物园多点品种多样性吗？全都是野狗，有啥看头？所以就搞出了一个狮子狗。还别说，老百姓就喜欢看这种新奇玩意。短短半天时间，野狗岭动物园都已经创收8万块了。6啊！不得不说，秦广王还是有点经商头脑的。老王，咱再带你去看一个更新鲜的，还有比野狗岭更炸裂的。对对对。众王往前又走了40-50里，只见前方乌泱泱的围聚了很多老百姓，他们在一个店铺的门口排着队。店铺的上方，一个巨大的招牌映入眼帘：金鸡岭野生药膳鸡腿。餐馆挖了个 DJ， 真的是6番了呀！老王，还别说，要不是被鸡啄了一下屁股，本王还真想不到这个点子。我跟你说啊，用这里的野鸡做出来的扇鸡，爷爷奶奶都说好吃。走走走，本王带你尝尝去。等回来再吃也行的，咱们先参观。
众阎罗继续上路，不多时，来到了忘川河。只见一条宏伟的木质大桥横跨忘川河，大桥的桥身雕龙刻凤，十分气派。其次，先前河里的那些无法超生的恶鬼早就被处理掉了，河水也变得清澈无比。这才叫地府吗？跨过奈何桥，往前走了10几里路，一大片火红的彼岸花海映入眼帘。相较于之前，花海的面积更大，起码达到了10万亩之巨。其次，花海之中，假山、池水、公共厕所，非常的好看洋溢，比阳间的大型公园还要刁钻。此外，每隔50米就插着一个标志牌，禁止践踏彼岸花，更不允许在里面拉屎。围着油锅伺候。诸位王，看得出来你们真的用心了。为了犒劳你们，本王决定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，给你们每位偷涨5亿阴德，可别到处乱说哦。666。与财神爷这一级的博弈，虽然早已在心中推演无数遍，但施展开来还是颇耗费心神啊。王炸突然觉得这个阎罗王职位也没那么香啊，天天都需要跟斗心眼，跟下面的鬼差斗，跟鬼民斗，跟酒店阎罗斗，跟天庭的仙家斗，说不定以后还要和丰都大帝斗。哎呀呀呀呀，真你喵的累呀！天庭的使者走了吗？老王，你没乱咬吧？使者赵公明大人是怎么说的？实话跟你们说吧，生死簿上的烂账黑账，赵公明大人已经知晓了。他要把我们押往天庭受审。诸位王，斩仙台见。但是吧，在本王3寸不烂之舌之下，成功让他改变了主意。他决定在玉帝面前为我们求情，给咱们一个机会。对，1年之后，赵公明大人会再下来查生死簿的。他又不是你爸爸，怎么会就这样轻松答应呢？莫非给了钱财宝物？给了108位受刑的女鬼悍将，并相互加了好友。他一孤寡老人要那么多女鬼干嘛？可是也不对啊，他们又没重塑阳身，蓬莱可求不可上，孤舟缥缈之何往？没有门道啊！丰都大帝不是有专门重塑阳身的神通吗？这些女鬼真的是太可怜了。看来接下来我们得好好干啊，不然就真的斩仙台见了。老王，你真讨厌，怎么能下鬼呢？老王，话说一半会下死鬼的，知道吗？老王啊，多亏了你的口才啊！讲真的，若是换成之前的那位2愣子阎罗王，哥几个估计已经斩仙台见了。还是王炸会说话，会哄人，还知道心疼哥哥。那是，我打小就觉得这孩子聪明。接着拍，千万别停！接下来的几天内，酒店阎罗都不敢懒惰，吃喝住行都在各自的大殿中不停的审鬼魂，手中的金堂木拍的都快冒烟了。反观王炸也回归了本职工作。来人呐！在升堂是。报上名来。我叫艾大夫，阳城大一镇赵家庄人。哦，生前所犯的何事？悉数从实招来。若是胆敢隐瞒，大刑伺候。大人，我这辈子本本分分，没做过坏事，也就是为人抠搜了一点，吝啬总不能是罪过吧？哼，死鸭子嘴硬是吧？来人呐！来！把红尘镜抬上来，本王要照他一照。此言一出，宽大厚重的红尘镜便被搬到了大殿之中。两个鬼差把艾大夫压到红尘镜面前，刹那间，红尘镜的镜面上浮现出一个人物。下一秒，此鬼的生前画面犹如放电一样悉数显现出来，最终有几帧画面引起了王炸的注意。哎呀呀呀！小子，你竟敢弑父！此乃大逆不道、不忠不孝不义的大罪。来人，把油锅抬上来，把他炸喽！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冤枉个鸡蛋！阳世间为非作歹皆有你，如今来阴曹地府饶过谁？给我炸！
大营是我老爸让我做的。我老爸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吝啬，一辈子省吃俭用，吃饭的时候都是把咸菜吊在桌前，然后看着咸菜下饭。金针菇吃下肚之后，出来的时候会洗洗，然后接着炫。3年前我老爸弥留之际，他把我喊到床前，说什么千万不要大操大办，这样太浪费了，做成又干。我这明明是遵循我老爸的遗愿啊，可罪只有。王炸的脑瓜子炸，4大判官则傻愣在了原地。王炸有些不屑，天底下能有吝啬成这样的人，主动要求儿子做肉干，就跟少年包青天底那剧情，简直是童年阴影。挖了个 DJ， 像这种要求，本王10辈子都没见过。坤兄，你拨一下红尘镜，选中他老爸临死之前的画面。启禀殿下，此鬼所言属实。第一次审案子就给本王整出如此高难度的案情，出任阎罗王一职，对于阴间的律例根本还是不太熟，这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判。4大判官，你们怎么看？殿下，依我看，这小子理应是无罪，毕竟做成咸肉干是他老爸的意思，这小子只是遵循遗嘱而已。不对，照崔判官这么说的话，若是张三想要自取灭亡，于是请李四帮忙，那么张三被李四斩了，李四岂不是无罪？可问题是，艾大夫是在他老爸死了之后才动的手，老魏，你的举例不恰当。切，这还不简单，直接定一个侮辱死者罪。可问题是，艾大夫并没有主观冒犯死者的动机啊，他只是遵循老爸的遗愿。那就定一个昏聩之罪，他老爸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吧。他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没有自己的想法吗？做成咸肉干，这是儿子能干出来的事情吗？不对，昏聩之罪不合理。根据这小子的人生画面可以看出，他从小就受到他老爸的严加管教，所以对老爸言听计从，不敢有半点违背，所以情有可原。照老魏你这么说，这小子还提莫的是个孝子。真的是6番了呀！搞到最后，艾大夫是孝子。这帮人咋吵起来了？还判不判我啊？不判我可走了啊！过来呀！大家都是同事，都少说2句。眼下阴间的律例根本没法给这小子定罪，但是吧，这小子的做法又十分荒诞，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。不如这样，你们即刻修改阴间律例，加上一条荒诞怪刑罪，受1年油锅之刑，以后所有稀奇古怪的罪行统一归入此罪。各位意下如何？王炸给艾大夫定罪后，便把下面的断案之事委托给了4大判官。明天就是月初10了，他又得为地府薪水发放的问题而忙碌了。地府发放薪水，可一直中午，丰台大营的鬼兵依然没有收到军饷，于是集体炸了锅。都你喵的中午了，为什么地府还没派人送军饷？地府该不会是没钱了吧？地府有钱呢，我一个当鬼差的哥们，他的薪水都已经发了。就连18层地狱里的小狱卒的薪水都发了吗？我勒个道，合着就咱们的没发。敢欠我们鬼兵的钱，地府那帮当差的胆子够肥呀！前些天我们累死累活的当监工，不给我们发奖金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敢不发军饷！走，去丰都城里讨要说法去。一时间，有几万阴兵在不怀好意者的挑唆下，直接冲出丰台大营，浩浩荡荡的直奔丰都而去。鸠伦殿中，10殿阎罗围聚在一起，以秦广王为首的9位阎罗，大眼瞪小眼的看着坐在首位的王炸。我说王炸，你这又是在闹哪出？整个地府所有机构的薪水你都发了，却偏漏了500万鬼兵的薪水，你到底几个意思？王炸，你现在给他们发军饷还来得及，若是再晚一些，机器兵变可就糟了。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若是此事惹出事端，你一人承担，我们可不替你背锅。哼，王炸，你别瞎搞！要是被丰都大帝他老人家知道了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欠谁的钱也不能欠那些兵的钱呢，真的是分不清大小。谁说我不给他们发军饷的？哎妈，我的个亲娘爷，那你倒是发！我打算亲自发，一个一个的发。他喵的，这小子又开始卖老鼠药了！真你喵的，想一掌崩了他！诸位王怎么都不吱声了？我说王炸，咱们地府的阴兵加上妖兵，总数达到490万之巨啊！你一个一个的发，得发到猴年马月。哼，你管我，本王乐意。八爷，
夯坤远赴万里，出使播种山，忙着洽谈铁矿事宜了。你去钦点1000亲卫阴兵，从地府的库房里去把提前备好的军饷给抬出来。是，殿下。接着，在1000阴兵的簇拥下，王炸径直来到了丰都城墙上。此刻，丰都城门紧闭，城墙之外是几万个近乎要造反的阴兵、妖兵，把丰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他们当中更是有不少鬼兵喊着震天口号。无良地府克扣我的军饷，整个地府上下合着就我们鬼兵没发薪水，这不是欺负老实鬼吗？这地府要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我们直接清君侧。听说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新晋阎罗王，阎罗王滚出来！阎罗王，快快出城受死，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诸位将士，且听我阎罗王一言，不是本王不给你们发放军饷，而是本王打算犒劳你们，亲自为你们发放军饷。随本王下去。你们可以在脑子里想想，不要想着骗过本王的眼睛。你要是想搏一搏，大可试试。哼！怒三发，季伯常何在？季伯常，殿下，我是季伯常。我问你，季是哪个季？这，不是吧？你连你姓怎么写都不知道？如实交代，否则由国伺候。殿下，我是冒名顶替的。哟呵，那你是受了谁的指使啊？突然，一声暴喝从鬼兵中传开，下一秒，见一个清朝官府造型的千夫长的鬼将走出鬼群，气宇轩昂，神态里更是带着不屑，只能用牛皮2字来形容，帅得掉渣。这是丰都副将马果成啊！咱们都是刀枪里滚过来的，别丢了面皮。好样的，马帅！反观王炸一脸玩味地看着他，打算看看这小子能如何装他。下一秒，却见马国成一开口即是国罪。王炸，一个半路孤魂野鬼出身，也不知道攀上了哪位仙女的关系，捡了个阎罗王之位，凭什么敢在这耀武扬威啊？哇哇哇！贴脸开大，好猛啊！马果成是吃了豹子胆，敢骂阎王？马国成是秦广王的旧部，他不怕的。你亵渎辱骂本王，按照阴律，你犯下了诛灭6族的死罪。鬼八爷何在？将马国成拔凌夺顶，就地擒拿，再派出亲卫前去捉拿他的亲眷，押到此地，一定。你不能杀我，我是秦广王殿下的旧部。露着节骨眼上了，还敢乱咬人？秦广王怎么会是你这种阿萨之鬼的上司？胆敢往秦广王身上泼脏水，罪加一等，灭9族。而反观躲在城墙上准备看好戏的秦广王，表情却是比吃了苍蝇还难受。老大，正大光明、堂而皇之的就动了你的人，而且还堵住了你的嘴，这小子太阴了。我就是想跟他掰扯掰扯，一直找不到理由后，才出此下策。可目前来看，本王根本就不能和他掰扯，即便本王再派出一个搅局者，王炸也会用同样的办法继续抹杀。眼看败局已定，秦广王负气出草了。接下来，马国成以及亲朋好友全都被鬼八爷以及一帮亲卫给搜捕了过来，一大家子反绑跪成一排。一时间，鬼头滚滚。也正是这番杀伐果断的行径，彻底镇住了场子。那些咋咋呼呼还想着闹事的鬼兵，纷纷偃旗息过，不敢再跟王炸对着干了。两大鬼帝一谋起兵造反，向阎罗王炸索要10万鬼魂，给了是警匪，不给也是本分。事入官场，每升1级，人情味、鬼情味就减1分。启禀殿下，卑职和播种山的赵文和、王真人2位鬼帝洽谈过了。他俩怎么说？2位鬼帝让我转告殿下，铁矿石的单价敲定在1阴德1斤。这么低，一个鬼包子的钱，开你喵什么玩笑？这和白送又有什么区别？他俩莫不是有什么条件？2位鬼帝确实有条件，他俩想和殿下私下索要10万鬼魂，若是殿下不答应，那么铁矿石的单价就涨到1000阴德1斤。麻个八字，咱就猜到天上不会白掉馅饼，可是从哪能搞到10万鬼魂？也不可能直接从地狱里拿，地狱那可是禁区大忌，即便是9殿阎罗都不敢随意的把触手伸进去。我看了上1集动画，殿下斩了马国成，秦广王对殿下的意见大着呢。若是你敢胡搞，从地狱里拉走受刑之鬼，一旦被9殿阎罗发现，绝必会吃不了兜着走。殿下调查吃空饷的事情，已经让9殿阎罗不待见了。早上的时候，殿下和秦广王偶然碰面，主动打了招呼，谁知秦广王脖子一扬，哼了一声就走了。以他们9位的尿性，100%会把事情捅到丰都大帝那边去。到时候，殿下轻则拔凌夺顶，重则直接会牢底坐穿，包吃包住。
你说那2位鬼帝好端端的，跟本王索要10万阴魂是干什么？难不成是想训练成阴兵，然后起兵造反？殿下，还真有这个可能。哇咧个 DJ！ 王炸环顾四周一圈，把韩坤、八爷2人拉到无人之地。细说，启禀殿下，整个播种山到处都是兵工厂，生产出来的各式法器、家具数不胜数，甚至多到随意的堆积在路边。但照阴间音律，私铸甲胄是大罪啊！这样文和，王真人这2位鬼帝，难道真有了反心？有这些信息吗？不止。根据我的望气秘法，我发现王真人的修为已经是半步阴圣了，跟咱们的丰都大帝相比，已经差不了多少了。并且王真人生前是一个道士，所以他竟然以鬼魂阴气强行修炼了至刚至阳的雷法。依然拥有了极强的战斗力，简直倒反天罡！以鬼体修炼雷法，雷不是克鬼的吗？鬼看到雷都怕啊，都打哆嗦啊！他王真人居然反其道而行，这与老鼠把猫训练成坐骑又有什么区别？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教本王呗！眼下2位鬼帝无故提出索要10万阴魂的要求，八成是有什么非分之想了。殿下事关重大，要不要喊来酒店阎罗谋个对策？从本职角度来说，确实应该将此事上报，可咱们根本就没有赵文和王真人这2位鬼帝造反的实际性证据，光凭那些兵工厂、甲胄，压根说明不了什么，又没有被抓到现行。派人过去查。查个灯！等地府派人过去调查，人家早就通过眼线把东西都收起来了。地府关系网盘根错节，关系复杂，谁能保证2位鬼帝在丰都中没有眼线？说不定本王八爷和坤兄你都已经处于人家的秘密监视之下了。话说2位鬼帝都你喵，敢直接跟殿下开口索要10万阴魂了，说明根本就不怕被弹劾告发啊！他俩肯定有所依仗，或者有后手。再者，若是殿下主动跳出来告发的话，不就等于把2位鬼帝得罪了吗？闲着没事干，得罪一方鬼帝干什么？不纯傻二驴吗？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夯兄八爷，此事你俩不可向任何人提起，一定要烂在肚子里。殿下，那2位鬼帝所提的要求，咱们答应吗？答应，当然答应。这是一次结交2位鬼帝的良机，毕竟多个人脉就是多条路子。殿下目前根基尚浅，修为低下，若是能抱住2位鬼帝的大腿，不失为一条退路。若是日后遭受排挤，在这风都带不下去了，那殿下大可投诚播种山，当2位鬼帝的马仔。退一万步讲，假如2位鬼帝造反成功了呢？八爷，你要知道王真人修的是他喵的雷法，并且境界已达到半步阴圣，非常说不准的。雷电法王嘛。假如2位鬼帝真的造反成功，那么在清算屠戮朝野的时候，定然会念及昔日交情，不会把屠刀伸向咱们。还有，咱们只是答应给他10万阴魂，又不是直接给他阴兵。若是日后东窗事发，上面查下来，殿下大可以不知情来搪塞。阴杀境相当于阳间的一方鬼王，是很刁钻的存在。若是有了这30万阴杀银兵，王炸完全可以在地府里横着走了。什么秦广王、转轮王都一边待着去，想滋谁就滋谁，都不用憋着。可若是拒绝了2位鬼帝的要求，本王到哪搞铁矿去？而且播种山除了有铁矿之外，还有铜矿、银矿、沙矿等等。对了，坤兄，10万鬼魂应该从哪搞？你有头绪吗？殿下，这还不简单，区10万阴魂，简直就是小事一桩。咱们只需要派兵前往阳间，随便灭掉一个不法鬼域，把里面的阴魂给俘虏拉回来，不就妥了？知道哪里有不法鬼域吗？细说。我先前听一位以前的鬼差同事提及过，洛阳邙山附近的鬼魂是勾不回来的，此地8成是诞生了某种不法鬼域。邙山自古以来都是帝王御用亡灵之地，阳间有一句古话叫做生于江浙，葬于邙山。据我了解，邙山之中大大小小足有数10万的陵墓，殿下你想想看，这得有多少的鬼？足数10万。这8万了。既然邙山是藏地之地，那里面的鬼应该都很凶悍吧？他二姨的都是皇帝变的鬼，绝对都不简单。殿下确实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应该派出一支实力强大阴兵队伍前去剿灭，不然没什么胜算的。八爷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？本王虽然统管地府财政、生死簿、4大判官，还有管你。
再外加8万鬼差，但是也没啥兵权啊，无法直接调动地府的阴兵、妖兵。秦广王最刁钻，他总管的丰台大营中超过1/4的兵权，一挥手就能拉出8万阴兵，外加50万妖兵。哎呀！咱前几集不是在调查吃空饷的事情吗？已经把他老人家给得罪死了。早上出去吃早饭的时候，主动跟他打招呼，鸟都不鸟我一下。看来只能祭出忽悠大法了。秦广王的家在第2集动画被鬼差抢空，现如今正忙着重新装修，热火朝天。可号称月光族鼻祖的他，面对这样一笔昂贵的家庭花销，这个男人多少有点顶不住了。老大，王炸那小子来了。就说我不在。哈哈哈。老大，你不是在这呢吗？呵，老大这个词，我可不敢当。我这边有一个很肥的油水，你想不想捞？王炸能主动给本王介绍路子，能有这么好心？秦广王没有节约的习惯，有多少就用多少，堪称月光族的老祖宗。先前一直很稳定的吃空饷油水，被王炸给倒了个七七八八，只剩下5、6亿了。指着12亿的工资，外加这个月发的5亿奖金，压根就不够花。讲真的，秦广王已经被王炸给干怕了。之前寝宫被鬼差搬空了，寝宫重新装修置办家具，这可是一笔不菲的花销啊！你们都先行退下，我有公务要和阎罗王商议。你小子莫不是又想给我下套，故意坑我，动不动就卖老鼠药，一点节操都没有。我王某对天发誓，这油水绝对正规，任谁也挑不出毛病啊！呵呵，吹什么牛皮呢？油水哪有正规的？都你喵叫油水了，还能和正规搭上关系？本王明白了，这小子绝对在卖老鼠药。此言差矣，是这样的，我上次给鬼兵们发军饷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的法器甲胄都已经残破不堪了，我就琢磨着，看要不要重新打造一批。但是吧，打造甲胄需要铁矿啊。嘿嘿，所以啊，然后我就命令夯坤去了一趟播种山，跟赵文和王真人洽谈铁矿出口事宜，看能不能看在地府的面子上，低价卖给我们一批铁矿。然后呢？哟呵，值得庆幸的是，2位鬼帝很好说话，直接开出了1阴得1斤铁矿的价格，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商机呀！1阴得1斤，这和白送又有什么区别？开你喵什么玩笑？2位鬼帝是不是有什么条件？啊，对，2位鬼帝提出索要10万阴魂的条件。2位西方鬼帝好端端的索要阴魂是干什么？这小子绝壁在挖坑。咱们只需要搞到10万阴魂，然后送入播种山即可。至于他俩拿这些阴魂要搞什么把戏，与我们无关，咱们只负责捞钱就行了。既然都捞钱了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再说了，即便10万阴魂，其中有什么坑，王炸他也跑不了。这油水应该怎么捞？你说个办法。我算过了，1斤铁矿能打造出1两的铁，也就是说10阴德就能搞到1斤铁。1斤铁的市价是200阴德，如此这般，1斤铁咱们只需要投入10块钱，就能赚190块钱。啊，对。我的个亲娘，这可是接近20倍的利润啊！那也练成本了，咱们就按照老规矩，从地狱里借点苦力帮忙炼制。如此一来，相当于白嫖了。等咱们炼制出了铁，你就跟地府打报告，申请采购一批甲胄。我呢，负责批条子，然后以市场价把咱们私底下炼出来的铁给统统买回来。啊，对，如此一来，左手倒到右手，油水不就正大光明的进了咱们的腰包了？你说说看，这是不是一种十分正规的油水？如此富有智慧的谋略，秦广王只觉得三观受到了极强的冲击，被忽悠全了，智商瞬间关闭了，病毒占领高地了，整个人亚麻呆住。六啊，这论水也查不出毛病啊，确实是十分正规的油水。每个兵打造出总共10斤重的甲胄，180万的兵就是34.2亿。即便和我55分账，那也能得到17.1亿，足够给玄冥宫来一套精装修了，甚至还绰绰有余。嘿嘿，心动不心动？也就是说，咱们只需要送给2位鬼帝10万阴魂就行了。是啊，那还等个灯儿？我现在就去从地狱里拉出10万受刑之鬼。瓦烈的 DJ， 你确定？
秦广王的胆子这么大的吗？敢这样干？本王也不是很确定，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办法吗？肯定是有的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名为邙山，那里有一个不法鬼域，已经成气候了。咱们只需要假借练兵，铲除阳间要挟的借口，申请派出使，申请派出50万阴兵，吃下这个鬼域，然后从中挑走10万阴魂，悄咪咪的送入播种山。至于剩下的阴魂，直接押入地狱受刑。这样不但达成了2位鬼帝的要求，能够从中捞一点点油水，而且还能平掉生死不上的烂账。再者，还有匡扶阳间的剑术，堪称一石三鸟啊！刘啊，小老弟，那我即刻前往丰台大营点骑兵马，明日出征邙山。对了，了了啊，到时候你也要跟本王一起去啊？那是自然。我正打算领略一下咱们老大的战斗风采呢。这小子只要不卖老鼠药，其实人还挺好的，但是一卖老鼠药就不行了。对了，50万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少点行不行？那你打算派多少？哎呀，随便派个1万精兵就够了。小小鬼域，算个篮球啊！听闻秦广王不以为意的言辞，王炸有种不是很好的预感，脑袋里门清。岐山那可是帝王之鬼的所在地，搞不好就要翻车。对了，王炸，本王还有一事要问清楚，你出谋，我出令，那搞到的油水该怎么分？91吧。我9，你1啊！对，好兄弟，痛快。不过转念一想，秦广王忽然觉得这小子只拿1成，这其中该不会是有诈？假如哪天东窗事发，自己拿了9，不就是担了主责吗？不行，得防着这小子。还是5-5分吧。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。10万阴魂的事情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万万不可告诉旁人。这你就放1万个心吧。原本2个人分的油水，干嘛要带上旁人？嘿嘿，是吧？甚好，甚好。丰台大营，秦广王一大早就点齐了1万阴兵，以去阳间除妖邪为目，浩浩荡荡的出了丰台大营。1000轻骑兵在前面开道，3000弓弩对着攻击，最后是1000手持陌刀的卫队。了了，本王的龙辇帅不帅？帅，送给我好不好？眼下兵马沿着黄泉路前行，浩浩荡荡地朝着鬼门关走去。一时间5位都有些无聊，对此王炸翻手一变，手里多了一个由干电池驱动的小型游戏机。这个小玩意是一个科学之鬼捣鼓出来的，如此一幕把秦广王看得直眯眼。了了，你手里捧着的是个什么？游戏机。游戏机是个什么？让我玩玩好不好？给你玩啊！给你玩，那我玩什么？半晌时间后，1万人马终于抵达了鬼门关。对此，秦广王命令日游神给3军将士传话，让所有士兵都穿上御阳衣，准备进入阳间。殿下该穿御阳衣了，阳间火热，多传几件。有2位辅佐本王，甚好，甚好啊！游戏机给你俩玩吧，本王眯一会儿。闻之，2位喜上眉梢，轮着打游戏，手柄按得噼里啪啦响。反观坐在首位的秦广王，羡慕的都快。此刻，龙辇穿过了鬼门关，场景为之一变。原本灰蒙蒙的天，暗沉沉的地，瞬间就有了色彩。但是燥热的温度让王炸有些受不住。热，太你喵的热了，比第6级的油锅地狱都要热10倍。即便穿了2件御阳衣，也有些遭不住，怪不得叫阳间呢。抬眼看向周遭，此地是一片田野乡村，田野里长满了尚未成熟还是青绿色的小麦。回眸往身后看去，只见大部队是从一座大山的山洞之中走出的，显然这个山洞就是洛阳邙山附近的鬼门关入口。启禀秦广王殿下，我们迷路了。真他喵的想一掌崩了你！你眉毛下面挂的是俩鸭蛋吗？跟着地图走也能出错？启奏殿下，阳间的变化太大了，根据我们所使用的阳间地图，根本就找不到邙山了。殿下，请看地图。这他喵的都是哪跟哪啊？从地图上来看，此地应该有一个集镇叫王家镇，可放眼望去，这里尽是农田。还有，此地会有一条青砖铺成的官道，直通邙山。可是路呢？镇呢？他喵的，不就是1000年没来阳间了吗？变化这么大的吗？路都没了，邪门！那里有一个阳间的村落，看起来有些规模，要不咱们进村问问路？也只能这样了。
龙年开动，直奔诸葛亮4轮车。啊，不过直奔那个村落。不多时，龙辇沿着水泥路来到了村口。这时候，啊的一声，龙辇的车轮追上，传来一声动物的惨叫。乍一愣，把身子伸出去，往车轮下看去。我的一个乖乖，你好像把人家的鸭子压死了。哎呀，不就是压死一个鸭子吗？至于大惊小怪的吗？这时候，一个攥着棒棒糖的小男人蹦蹦跳跳的朝着这边走来，身边还跟着一条大黄狗。只见这条大黄狗鼻翼一动之后，猛地呜咽了一声，随后吃食接柳的窜走了。王炸眼神一逼，一个飞跃来到小姑娘的面前，接着大手在小姑娘的眼前就这么一抹，帮她通了。大黄，大哥哥，你是从哪冒出来的？小囡囡，这鸭子是你家的吗？我找人陪你好不好？虽然这个鸭子和我家的鸭子长得很像，但应该不是我家的鸭子，因为我家的鸭子没有这么扁。问你个事，知道邙山在哪吗？给我买一根棒棒糖就告诉你。闻言，王炸摸了摸裤兜，瞬间一脸难色。本王哪来的洋币啊？只有大把的硬币，你敢要吗？小囡囡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把名字报给我，我给你加10年阳寿，如何？我跟你说，碰上我是你的机缘，可遇不可求啊！我不要阳寿，实在不行你给我爷爷加点吧，我爷爷快。哦，你爷爷叫什么名字？还有，此地村落叫什么？说详细点。我爷爷叫王恒，这里是王家赵村。王恒，男，寿命78岁，剩余1年，所犯之事。我刚刚给你爷爷加了10年的阳寿，现在可以告诉我邙山在哪了吧？我不知道。耍我是吧？王恒寿命负11。看这小子吃瘪的样子，真你喵痛快啊！爽！我说老王啊，你一看就是阅历不足，怎么能这样问路呢？跟我学学吧。说着，秦广王朝着一个蹲在路边小卖部门口黄毛锅盖头青年走去，来到黄毛锅盖头跟前，大手朝着黄毛一挥手，便帮他开了灵眼。喂，问你一个事。他喵的，从哪冒出来的粮？小子，嘴巴干净点。优卡，怎么着？知道邙山在哪吗？知道，怎么着？你小子说话干嘛总是非要加上一句怎么着？谁教你的？我从小知造型，怎么着？你喵的敢薅我？知道我是谁吗？老子是王家赵 F4之一，有种你别丧。你，有种你别跑啊！这年头，这帮小年轻都是这么勇的吗？狗蛋，谁把你薅了？就是他。奶奶，你脸上哪有人啊？你他妈，这俩大活人看不到。我，狗蛋你撞鬼了！